夜深人静，一条荒凉的深山公路，突然响起一声撞击声，一个家庭的幸福瞬间被打破，一个生命在瞬间消失。丈夫抱着妻子的尸体，坐在马路中央，痛苦的哭喊声在寂静的夜晚回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悲剧？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段令人心碎的案件。欢迎来到24探案。弗吉尼亚州库尔佩珀市是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它以其迷人的乡村风光和历史悠久的建筑而闻名。库尔佩珀市地处蓝岭山脉东麓，周围环绕着宁静的农田和郁郁葱葱的森林。这个小城市人口约为9000人，拥有着悠久的农业传统和文化底蕴。2006年11月3日，27岁的贾斯汀·阿布舍尔正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她和丈夫艾瑞克·阿布希尔结婚才5个月，生活充满期待。贾斯汀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而艾瑞克与前任已育有2个女儿。贾斯汀对他们疼爱有加，两人早在1999年便相识。当时他们在一家洛斯家居装修店共事。20岁的贾斯汀是收银员，26岁的艾瑞克则是他的经理。艾瑞克曾透露自己有2个年幼的女儿。他从海军陆战队退役后，开着自卸卡车创立了自己的运输公司。而贾斯汀也在弗吉尼亚州库尔佩珀的翡翠山小学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幼儿园教师工作，生活看似步入正轨。然而这一天，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同寻常。当天，贾斯汀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但同事们却察觉到一丝异样。他的眼睛红肿，看起来像是哭过。面对同事们的关切，他却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只是过敏。”当天晚些时候，他还要赶去弗吉尼亚大学参加硕士课程。晚上7点课程结束时，贾斯汀戴着墨镜姗姗来迟，足足晚了30分钟，匆匆现身又匆匆离开。他的模样让同事们感到疑惑，却没人料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次日凌晨1点57分，一个令人心碎的911报警电话打破了弗吉尼亚州维尔泰勒路的寂静。警方火速赶往现场，却目睹了一幕令人震惊的景象。艾瑞克歇斯底里地抱住他毫无生气的妻子贾斯汀，瘫坐在马路中央。显然贾斯汀遭遇了致命的车祸创伤。然而这起看似普通的肇事逃逸案件很快被一层神秘的迷雾笼罩，真相远比表面复杂。艾瑞克向警方回忆了事件的经过。凌晨1点19分，贾斯汀焦急地打来电话，说他的车抛锚了，距离他们家大约5英里。他请求艾瑞克赶来救援。艾瑞克毫不犹豫，跳上摩托车飞奔到他所说的地方。然而当他抵达时，迎接他的不是抛锚的车，而是倒在血泊中的妻子。为了帮助贾斯汀，他脱下夹克盖在他身上，试图让他保持温暖，随后拼尽全力求救。他敲遍了附近几户人家的门，终于在凌晨1点57分，一位好心房主拨通了911。然而案件的细节却让人毛骨悚然。艾瑞克坦言，他的手机一直揣在口袋里，而他最初并未察觉这一点。表面上看，这像是一起典型的肇事逃逸，但警方很快推翻了这一假设。在泰勒维尔路上，警方找不到任何肇事逃逸的常见证据，没有碎玻璃，没有刹车痕迹，没有轮胎印记。更诡异的是，贾斯汀身受重伤，可他的衣服和身体上却没有一丝血迹或车辆碎片。这一切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贾斯汀的死并非意外，而是有人蓄意为之。更令人费解的是，贾斯汀的汽车被检查后状态良好，完全没有艾瑞克口中的机械故障。这一矛盾让警方对艾瑞克的叙述产生了质疑。而贾斯汀的家人，他的父母史蒂文·施瓦茨和海蒂，以及妹妹劳伦·施瓦兹，在接到艾瑞克打来的噩耗电话时，完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们深知贾斯汀的性格，他害怕黑暗，
甚至被形容为连自己的影子都怕。这样一个女孩，怎么会在深夜独自驾车出行？更何况她的尸体被发现时，距离她的车足有600英尺，而车内还留着她的钱包、外套和钥匙。她为什么要丢下这些东西，独自离开车辆？尤其是在她已经打电话向埃瑞克求助的情况下。就在贾斯汀的追悼会结束仅仅2天后，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水面。贾斯汀的母亲海蒂走进一家餐馆，满脸痛苦，情绪崩溃。她的模样打动了一位好心的餐馆员工，员工上前安慰，而海蒂也终于敞开心扉，分享了贾斯汀那令人心碎的故事。她哽咽着说，贾斯汀是个温柔的幼儿园老师，却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然而这个员工接下来的话却让海蒂如遭雷击。贾斯汀的死并非意外，而是谋杀。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嫌疑直指她的丈夫埃里克。随后警方介入调查，而埃里克却给出了他的版本。那晚贾斯汀7点多下班回家，他也回到了家。他说两人相处了一阵，直到马沙杰斐逊医院打来电话，他母亲病危，情况急转直下。埃里克声称他赶到医院，一直待到晚上11点半才离开，但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拉克斯维尔33号公路上的仓库，取出了他的摩托车。他告诉警方，骑车是为了清醒一下头脑。凌晨12点半，他回到家，贾斯汀已经醒着，还想和他聊聊，可两人却因为他母亲的病情起了争执。贾斯汀想谈，他却不愿面对。随后贾斯汀生气，开着他的车冲出了家门。埃里克却显得异常淡定，他对警方说，自己并不担心他会不回来，只是随意地看了看电视。直到凌晨1点19分，他接到贾斯汀愤怒的电话，他的车抛锚了，要求去接他，还告诉他确切的位置。埃里克说，他花了10到15分钟才出门，因为他得穿鞋拿夹克和头盔。他声称自己在凌晨1点39分到1点44分之间找到了他，可警方却觉得不对劲。从时间线到犯罪现场，再到贾斯汀身上的伤痕，一切都透着蹊跷。这场疑云拉开了长达4年的调查序幕。警方抽丝剥茧，终于在证据面前将矛头彻底锁定埃里克。如今他被正式指控一级谋杀妻子贾斯汀。控方指控埃里克谋杀了他的妻子贾斯汀，动机是为了结束婚姻并获取经济利益。据悉，在案件发生前的几个月里，贾斯汀经历了重大变化。他不再与朋友见面，拒绝接听电话，甚至拒绝了朋友送的乔迁贺礼，理由是埃里克禁止接受礼物。控方认为，贾斯汀是在另一个地方被杀害，然后被放在路上，在那里被发现。这都是埃里克精心策划肇事逃逸计划的一部分。他们的论点是，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获得150万美元的保险赔付。根据控方的说法，贾斯汀受伤的性质与车辆碰撞不符，他遭受了113处钝性创伤，包括多处骨折、器官撕裂和23处头部伤口。令人惊讶的是，现场几乎没有血迹。2名法医的证词对贾斯汀死亡是由于站在路上被车撞到而导致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相反，他们辩称他遭到了残酷的殴打和勒死，随后在死后再被碾压。对贾斯汀进行尸检的托德莱维克医生作证说，他的发现与手动勒死的结果一致。他发现了颈部肌肉深层组织淤伤，以及眼部和嘴唇出血，并作证说贾斯汀遭受了许多严重的内伤，一些伤口没有流血，这表明他们是在贾斯汀死后造成的。他还说，他发现贾斯汀流出的血量还不到他预期的一半。第二位法医强调，女性尸体通常含有5升血液，但从贾斯汀身上提取的血液不到1升。根据检方的说法，
这种不一致与在路上发现的血迹稀少不符，支持了他们关于他被杀在不同地点的论点。艾丽森·克劳福德曾与埃里克在高中时期约会，是他2个孩子的母亲。他作证说，在埃里克在路上发现贾斯汀前不到2个小时，他询问了他们在一起的未来。那天他们之间有43个电话。在此期间，埃里克在法庭上表达了对艾丽森的挥之不去的感情。另一位证人塞西尔·罗布克作证说，他在格林县的小路上那天深夜，为了寻找校车，他告诉法庭他不熟悉道路，所以把车停在道路上掉头。塞西尔声称，一名男子走近他，告诉他妻子的车快没油了，他要求塞西尔跟着他去加油站，但在他们到达加油站之前，那名男子把车停在路边，告诉塞西尔他的汽油也用完了，他要求塞西尔载他回家。塞西尔答应了。塞西尔说，直到2年后，他看到一个关于贾斯汀死亡的节目，他才把这件事和贾斯汀的案子联系起来。他告诉法庭，他相信那名男子是埃里克，他帮助他策划了这次肇事逃逸。尽管当时法庭得知埃里克在诉讼过程中面临的财务问题，贾斯汀的父亲史蒂夫·施瓦茨在法庭上作证时透露，他的女儿是这对夫妇的主要债权人。在他去世时，他们背负着$85,000的债务。保险理赔员提供了有关几份保单的证词，这些保单的受益人是埃里克。在贾斯汀去世后不到2周，埃里克提交了一份未投保的机动车索赔，如果获得批准，他将有权获得$10万；如果商业方面得到批准，他可能获得额外的$150万。值得注意的是，贾斯汀的名字出现在其中一辆垃圾车的保险单上。在2009年，埃里克申请破产，最终获得$33万，用于偿还未偿债务。这一财务背景为案件理解增加了一个关键维度。在审判期间，检方在陪审团缺席的情况下，提出了多项关键证据，其中包括埃里克在婚礼前1个月和贾斯汀去世后3天涉嫌有外遇的指控。此外，还有人声称埃里克拥有某位女性的露骨照片，但为了避免产生负面影响而将其撕毁。检方认为，埃里克的手机记录与他在马沙杰斐逊医院的说法相矛盾。他声称在关键时期实际上待在家中。根据检方的说法，这位埃里克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来实施犯罪。检方强调，晚上10点04分到次日早上11点23分之间有2个时段尤为重要，特别是从凌晨12点08分到凌晨1点19分。就在贾斯汀的手机来电时，手机记录显示埃里克当时在家，而不是在医院。检方向陪审团指出，埃里克在事发当天使用了157次手机，这使得他声称在发现贾斯汀的尸体后，才意识到手机在口袋里的说法非常不可信。此外，检方强调，埃里克曾经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接受过心肺复苏术和急救训练，但他却没有努力帮助贾斯汀。检察官透露，埃里克给贾斯汀起了个绰号，他称他为石头人，这给埃里克的案子带来了最后一击。辩方坚定地辩称，贾斯汀的死亡是一起隐藏的事故造成的。他们坚持认为埃里克的不在场证明是有利的，声称他一直在马沙杰斐逊医院直到晚上11点30分探望母亲，随后前往储藏室取回摩托车。辩方认为，检方提供的时间表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埃里克杀死贾斯汀并制造肇事逃逸。辩方提出埃里克的兄弟作为证人，据他们说，埃里克和贾斯汀的婚姻很幸福，他的兄弟和他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并作证说他们确实很幸福。埃里克和贾斯汀相处得很好，同时质疑检方证人塞西尔的可信度。他们认为，塞西尔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贾斯汀的父母悬赏$5万提供线索，希望塞西尔能因$1万债务而面临2项重罪欺诈指控。
从而得到有利处理。他们声称，法医未能进行旨在发现脊髓隐藏损伤的特定程序，这将证明贾斯汀是因颈部骨折而当场死亡。如果贾斯汀是因颈部骨折而当场死亡，那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场血迹如此之少。该判决是基于审判期间提供的证据，包括检方关于贾斯汀受伤性质的论点、事件的时间线以及埃里克在有罪判决后采取的行动。最终陪审团裁定埃里克犯有1级谋杀罪，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在埃里克的量刑听证会上，法庭听取了令人心酸的受害者影响陈述，其中包括贾斯汀的妹妹劳伦的陈述。劳伦在陈述中回忆道，在他被埃里克杀害之前的7年里，我看着姐姐的生活开始消逝，她变得沉默寡言，性格孤僻，贫穷恐惧，她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这些我都亲眼看到。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就像亲眼看着她死去一样。劳伦称，在他们结婚前，他看在那个11月的那天之前的几个月里，贾斯汀的家人和朋友注意到了他性格上的变化。贾斯汀一直很善良，有爱心友好，虽然他仍然保持着这些品质，但他不再与朋友和同事见面进行社交访问，他变得孤僻沉默寡言，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贾斯汀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于是竭尽全力取悦埃里克。他的父亲甚至证实，在他们自己的婚礼上，埃里克表现得很冷淡，独自骑着摩托车出去了。贾斯汀错过了自己的一些婚礼活动，第二天晚上不得不独自在酒店度过。埃里克有过暴力前科，他被控恶意伤害他人，并受到2个孩子的母亲的保护令。埃里克声称，这源于他与母亲的口头争执，后来演变成肢体冲突。他声称母亲袭击了他，并用遥控器打了他的脸。他出于自卫，抓住了母亲的衬衫和喉咙。在警方调查此案的4年里，贾斯汀的家人努力争取正义。他的父亲史蒂文·施瓦茨说，除了希望贾斯汀的案件能够得到解决之外，我们还真诚地希望，在案件解决之前，不要再有人受到伤害。